缅北到底是什么样？ Hello， 中国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中国的朋友来瓦邦游玩。我们这里学中文识汉字用的也是人民币，你吃住这里没有任何的障碍。瓦邦人民欢迎你！果敢究竟又是怎样的存在呢？这里是缅甸北部果敢，我是梦涵。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果敢的三大集团对果敢的涌现。福利来、百盛、亨利，他们都是拥有上百亿资产的公司，主要经营产业有文旅、酒店、房地产等。在果敢，每个集团都有各自的商业区，他们是我们果敢的经济支柱，他为我们果敢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这是两个长得人模狗样，实则心狠手辣的网络红人。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因为他们遭受蒙骗、倾家荡产，甚至是生死未卜。可以肯定的是，当那些臭名昭著、无法无天的事情被曝光出来，这些曾经在网络上动辄吸粉数十万、上百万的嘴脸，现如今显得异常的丑恶和讽刺。2023年的10月27日，由果敢、德昂、若开等3家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组成的三兄弟联盟发布声明，宣布对缅甸善邦东北多地的缅甸军政府武装发动协同攻击。三兄弟联盟表示1027行动旨在维护和保卫领土，清剿政府军，同时打击边境上的电信诈骗集团。2024年的1月10日至11日，缅甸军政府同三兄弟联盟举行和谈，并达成了停火协议。电诈一种自电话发明以来就屡禁不止的违法活动。这个骗子们花言巧语又毫无人性，只要钱能到手，根本不会顾及受害者的生死。对于一些家庭而言，电诈的危害性甚至超过了毒品。那么向来以臭名昭著的金三角贩毒贸易而闻名于世的缅北，为什么在近年来忽然与电诈挂上了钩呢？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先理一理缅北发展成如今罪恶都市之前的历史。缅甸这个地界可以称得上是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有60%以上的人口以农业为主。今天的缅甸主要沿着伊洛瓦底江由北向南伸展，东西以高地及山脉为止。我们所说的缅北就是缅甸北部，也被称为上缅甸，主要由马圭省、曼德勒省、什阶省以及钦邦、克耶邦、善邦、克钦邦等等区域组成。1840年道光朝的一位重臣瓜尔佳贵良上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这个时候的云南地区并不太平，不同民族的人们时常爆发冲突，盗匪横行，社会治安极差。地方上的土官和政府官员互打擂台。那么贵良来了以后，向朝廷申请获批将土司改为世袭朝廷官员，一口气将许多清廷鞭长莫及的地区全部推给当地土司管理，还为他们申请了官印。这其中呢，就包括缅北的果敢地区。这一时期果敢的土司名叫杨国华。据杨氏家谱记载，杨家祖上是跟随南明永历帝朱由榔逃亡到缅甸的将领杨高学。由于清军和吴三桂联合追杀，杨家人一路上是颠沛流离。后来朱由榔被缅甸国王送给清廷，杨家人自知难以回国，于是便在缅北定居下来。起初这个杨家不忘反清复明的大业，时不时就在山里边与清军对峙。时间一长杨高学的子孙忽然意识到，想等天地会或者白莲教成功反清复明以后再来接济自己，或许是有些困难的。于是他们愉快地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受招安。1840年前后这个杨家的第4代领导人杨国华因为护边有功，被贵良保举为世袭果敢县令。又过了几十年到了1885年，缅甸被英国入侵并全面占领。英国和清朝重新界定了传统上没有稳定归属的土司。经过多年谈判，在1897年，果敢被划入了英属印度的范围。英国人并不打算改变杨氏的土司地位，只是定期
派文官来巡视。杨家大权未失，自然呢也就不想着抵抗，反正啊都是当小弟。这个大哥姓爱新觉罗还是姓伊丽莎白，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二战之后的1948年，缅甸脱离了英联邦，获得独立。此时杨氏土司啊依然牢牢掌握着果敢地区，但是期间呢有大量内陆居民逃到缅北，使得缅北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在1945年以后，大量的国民党残部进入缅北。相比当地人，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啊有着良好的火力配置，身经百战，其中一些人呢还是军校、公校毕业的精英，能力上远在当地的土著之上。这些人在进入缅北以后啊，逐渐削弱了杨氏土司的专权局面。尽管在后来经过缅甸政府向联合国公开谴责，国民党军队呢又撤出了缅甸，但是这些人在缅北培养的大批人才，有这么几位在日后啊成为了震惊世界的人物。一个呢是被美国政府称为海洛因教父的东南亚大毒枭罗兴汉，一个呢是果敢王彭家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很多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毒枭坤沙。彭家声和罗兴汉啊岁数相近，又都是接受过国民党军官培训的同学，两人毕业以后呢还都曾担任杨家土司卫队长，可以说是真正的同志加兄弟。但是相较于彭家声，这个罗兴汉啊就显得有些五毒俱全了。罗兴汉祖籍江西南昌，明朝将领的后裔。据他们的教官回忆啊，罗兴汉在接受培训时成绩优秀，精通马上打枪、双手开枪、游击战法。但是很可惜，罗兴汉并没有将自己的这一身本事用在正道上，反而对贩毒十分的感兴趣。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了杨家土司二小姐杨金秀的欣赏。说起这个杨金秀，她本是杨家末代土司杨振才的妹妹，生性杀伐果断，颇有男子之风，平常呢也是喜欢女扮男装。虽然这个哥哥给她介绍了一门婚事，但是她很快就受不了儿女情长的缠绵，在生下了一个女儿以后便草草离婚。而之后呢，杨金秀就做起了贩毒的生意。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时候呢，泰国有很大的制毒市场，但是由于群龙无首，往往从泰国贩毒回果敢要历经几波人马的敲诈。杨金秀在走马贩毒以后，立刻招揽人才，组建了一个将近200人的武装队伍。罗兴汉则凭借其过硬的能力和素质，深受杨金秀的欣赏。这个期间啊，罗兴汉曾经因为赌博将家当全部输光，并且呢还和他的亲生父亲大打出手。杨金秀不但帮他还清了赌债，还想办法帮他戒掉了毒瘾。起初这个罗兴汉对杨二小姐也还算忠心耿耿。50年代的时候啊，缅甸政府曾软禁杨金秀长达几个月的时间，是罗兴汉亲自带队突袭政府军，在损伤了100余人之后，强行将他救了出来。即使在1959年，缅甸政府宣布废除土司制度，这个罗兴汉呢依然效忠于杨家。按理说呢，这本是一段不错的主仆佳话，但是枭雄又怎会甘心郁郁久居于人下呢？1962年啊，军人出身的奈温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缅甸的政权，随后他十分激进的扣押了大批杨家人及其亲信。罗兴汉呢也因此被捕。在狱中啊，罗兴汉很快想通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十分诚恳的表示过去听杨家人的话呀，纯粹是被万恶的土司蒙蔽了双眼，是杨四郎探母看多了，害我者杨家，救我者缅政府。现在我罗某人啊，就是缅甸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了。双方达成了共识以后，罗兴汉很快出狱，随即呢，他摇身一变，成为了政府军的代言人。在罗兴汉的分化瓦解下，土司部队很快崩溃，果敢武装于1965年彻底投降。杨家最后的实权人物杨振声自感回天乏力，直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跑了。罗兴汉呢也由此取代杨家，成为了新的果敢王。
这个果敢地区啊，在历史上曾是中国元朝、明朝、清朝3代直接统治或者机密统治的地方。清末由于英国人的入侵，最终被英国纳入了缅甸的版图。这个果敢的全称是缅甸善邦北部果敢自治区，首府是老街市，位于缅甸与中国之间的善邦高原。它的北面和东面啊，紧邻中国云南省。说这个罗兴汉成了果敢王，那么此时的彭家声在做什么呢？彭家声出生在果敢，他的祖籍啊在四川。与长袖善舞的罗兴汉不同，彭家声在工作上比较低调，因此在长期贩毒的杨家土司眼中，这个彭家声一直是个忠诚但不赤诚，能用但不好用的角色。1963年啊，缅甸政府大肆搜捕杨家人以后，彭家声立刻征调了上千人入伍，在各个交通要道和主要关隘布置防守，随时准备向政府军开战。但是随着罗兴汉的投诚，杨振声流亡泰国，杨家势力被瓦解，彭家声呢也只能选择偃旗息鼓。那么由于背靠缅甸政府军，在这之后啊，罗兴汉渐渐做大。1967年，罗兴汉成立了梦洞公司，专营贩毒贸易。过去泰国啊到果敢一线，长期有大量的国民党残部盘踞收过路费，因此这个贩毒的利润不高。罗兴汉接手以后呢，采取小股部队直接打垮，大股部队劝诱恐吓的手段，很快呢便疏通了贩毒交通线，还为自己收获了一批国民党老兵。这个期间啊，大毒枭坤沙曾经与罗兴汉发生冲突，结果罗兴汉的部队失败，坤沙控制了金三角 70% 的制毒贩毒业务，一跃成为鸦片大王。说这个缅北啊长期制毒贩毒，那么缅甸政府的态度在当时是怎样的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明里暗里扶持。缅甸啊本就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国家，国内的民族总数多达135个。缅北地区的这个民族问题则更是突出，许多少数民族问题啊处理不好，还牵扯到邻国关系。比如缅北的善族和泰国的泰族同属一个民族，果敢族则是世居果敢的当地华人。缅甸的总人口在2021年的统计是5380万，其中的缅族啊占了大多数，多达 68%， 善族占 9%， 克伦族 7%， 若干族 3.5%， 华人 2.5%。 135个民族错综复杂，这本来不是问题，之所以演变成后来民族矛盾此起彼伏激化凸显的局面，有学者认为啊，这个缅甸民族矛盾的祸根还是出在了英国人身上。在殖民期间啊，缅族被英国人排斥在主流之外，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被排挤到边缘。有缅甸老一辈啊这样形容，而那个时候的缅族人就像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的女人，眼巴巴看着其他人在自己身上占便宜。英国记者理查·考克特在他的《变脸的缅甸》一书中也这样指出，英国殖民者所制造的所谓多元社会，其实是块掩盖贪婪掠夺的遮羞布。缅族人反噬这个多元社会啊，是他们的敌人。在独立以后，大缅族主义者首先踢走了印度人，继而管制其他少数族群。也正是由于这种大缅族情节，即使是公认的温和派无怒政府，也时时刻刻想着推动缅族化进程。所谓缅族化，说到底就是要把所有人都变成缅族人，让少数民族放弃自己的节日信仰，改为遵循缅族人的传统。那么眼看政策执行不下去，缅甸政府呢就重拾了英国人的老传统，大搞民族歧视。然而歧视说到底啊，只会加剧对立，缅北的民族矛盾也就逐渐走到了爆发的边缘。在这一时期呢，缅甸政府本就苦恼于缅北少数族群的冲突激化，好不容易跳出来一个罗兴汉替他们分担火力，缅甸政府呢自然也愿意对他睁只眼闭只眼。更何况老罗在被捕以后啊，
已经被教育得十分乖巧，即使身为一方诸侯，也丝毫不敢对抗政府。想一想罗兴汉昔日的笑口常开，似乎他干的那些事儿啊，除了脏点儿、坏点儿、烂点儿，也没有别的毛病了。然而这种大缅族思潮之下的民族歧视啊，遭到了少数族群的异常反感。自打缅军入驻果敢以后，社会混乱，盗匪横行。1965年，彭家声第一个挑起反旗，成立了果敢人民革命军，带领着30多个人上山，开始和罗兴汉为首的亲缅族武装打起了游击。不到半年时间，彭家声的队伍越发壮大，几经辗转沉浮，在缅甸红色组织和中国的支持帮助下，到了1968年，彭家声以缅甸人民解放军的名义进入果敢，多次击溃了政府军、罗兴汉、杨振业等武装力量。1年多以后，彭家声占领了果敢的绝大部分地区，枭雄罗兴汉的统治时代就此落幕。说彭家声以缅共东北军区副司令的身份当上了果敢县长，起初对百姓的意见十分关注，经常亲自接见上访的人员，同时呢，他出台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减免税收的政策，在当地广受好评。但是好景不长，缅共内部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执行政策非常的激进，同时呢，缅共内部也出现了难以调和的民族问题。缅共中央领导大多出身缅族，而真正的作战部队则更多的是善族和果敢族。除了最高层的几个领导人以外缅共内部也盛行排斥少数民族的作风。久而久之，外行领导内行，作战部队的意见不受重视的问题越发严重。出身果敢族的彭家声很快也被冷落，也因此在权力斗争中几度沉浮。1973年，彭家声被调到景栋工作不久以后赋闲。进入80年代以后，缅共内部人心涣散，矛盾日益加深，士气日渐低落。80年代中期，杨忠维、罗大才、白所成、蒋忠明、杨茂良这么5个人控制了果敢的局势。彭家声呢，被他们邀请重新出山主政。1989年，彭家声公开宣布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他任命了杨茂良为参谋长，白所成为副司令，正式脱离缅共。同时和缅甸军政府达成停战协议，缅甸境内17支武装力量纷纷效仿，几番折腾以后，缅共最终奔走瓦解。果敢呢，成为了缅甸善邦高度自治的第一特区，由彭家声出任特区主席。在率先提出和平倡议之后的第2年，彭家声又宣布了他的另一项主张禁毒。对于长远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然而作为长期以来的经济支柱，想要一下子就和毒品网络彻底割裂，显然是不现实的。1992年，彭家声和杨茂良发生内讧，彭家声呢很快不敌，在转1年退出果敢。杨茂良在主政果敢以后，立刻开始大肆贩毒，并且不顾佤邦的劝告，将毒品卖到中国。实际上杨茂良敢如此大胆，与当时的金三角局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时期的大毒枭昆沙正在筹建自己的独立王国，佤邦的领导人也有意向扩大贩毒市场。和尚摸的我摸不得，我杨某人不仅要贩毒，还要贩东南亚最多的毒。然而杨茂良呢，显然错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90年代初期正值苏联解体，美国急于向全世界输送灯塔形象，邻近的中国也正值严打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全球反毒禁毒的力量空前强大，即使是昆沙这样的罪孽深重的第一毒枭，也在1996年被迫落幕，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果敢主席呢？1994年，杨茂良的弟弟杨茂贤在中国贩毒被捕以后判处死刑。杨茂良呢，提出以高价赎人，被拒绝以后，转而企图武力威胁，策划报复。中国方面呢，调集军队严查封关，并且切断了与果敢的经济贸易。很快1995年的11月，彭家声、林明贤
以及缅甸政府的军队入驻果敢，杨茂良被迫逃离了果敢。这一年的年底，由缅甸政府、彭家声、果敢三方组成了果敢临时政府。彭家声主政不变，但是从老街到清水河42公里的地面上，几乎所有的制高点全部被缅军控制。与此同时，从这一时期开始啊，果敢内部除了彭家声之外，还崛起了3支比较特别的力量。第一支是实力最为强大的白所成，此人早在缅共时期便是果敢地区元老，彭家声起兵以后也多次得到他的支持，说他是彭家声的股肱之臣也不为过。第二支呢是彭家声手下主力部队893师师长魏超人，自打这个893师改编以来，由他长期出任师长。魏超人的弟弟魏怀仁同样一直在一线作战部队任职。这兄弟二人啊，可以说是彭家声的2尊门神。第三支是彭家声的财政部长刘国喜，此人在缅共时期就曾担任东北军区财政部副部长。彭家声作战的经济支出啊，大部分是靠刘国喜帮忙调度的，可以说是彭家声的财神爷。赶走杨茂良以后，彭家声再不敢搞专权统治，相反呢，把许多的权力都移交给了当时的白、魏、刘这么3大家族。1996年的元旦啊，彭家声被推举为果敢特区政府主席，他是对外开放，对内推行新政，力主特区不变、和平不变、禁毒不变。和彭家声的政策方针背道而驰的有这么2个家族，一直在贩毒道路上无法自拔。一个是财神爷刘国喜，另一个呢是后来崛起的果敢首富刘阿宝。这俩人一个是常年贩毒的罪魁，另一个呢是靠贩毒起家的祸首。在他们的干预下，果敢禁毒啊，就像劝老虎吃素一样难以实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刘阿宝又名刘正祥，这个原本靠贩毒起家的罪犯，后来呢依靠人脉和缅甸政府官员搭上关系。此后呢，刘阿宝同时经营赌博、娱乐、房地产等行业。通过自身的左右逢源，刘阿宝成为了果敢地区的第4大家族。与其他3大家族不同的是啊，这个刘阿宝由于根基浅，十分依赖缅甸政府。早年间他每次贩毒啊，甚至都会将部分收益直接分给缅甸军人。果敢的经济在过去是长期依赖于毒品，那么彭家声禁毒是事实，也是大势所趋。除了禁毒，彭家声也考虑过发展其他产业，比如说替代种植和博彩业，甚至还提出了你帮我发展，我帮你发财的口号，但是效果始终都不理想。直到2009年缅北地区的禁毒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果敢替代种植发展也是停滞不前。2008年的5月，缅甸政府通过新宪法，要求全国军事力量统一划归国防军指挥。以此为借口缅甸政府提出果敢削减武装、口岸全部交给政府管理等等一系列条件，这就相当于变相取缔了果敢的自治权。彭家声呢自然是不答应，但是彭家声固执，其手下的4大家族却看得明白。缅甸政府军在2008年的时候预估已经达到30万人，而且呢装备精良，果敢军就算是全家老小一起上，也未必能够打得过政府军一个师。就这样，彭家声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人生中最后一次重大的背叛。2009年8月8日，政府军认定彭家声私造军火，要求进入果敢检查。双方在接连对峙了19天之后，因为17位缅甸警察在冲突中丧生，这个矛盾被迅速激化。缅甸政府军很快派兵攻打彭家声的果敢同盟军。同盟军副司令白所成和果敢县长明学昌公开宣布支持政府军。彭家声手下的主力部队魏超人部也选择按兵不动。内忧外患之下，彭家声很快兵败，彭家呢再次被逐出果敢。已经78岁的彭家声只带了2个警卫员逃走，最终呢整合了几十人的部队流亡他国。
此后彭家声啊仍然矢志不渝的要打回果敢，他和他的长子彭德仁接连指挥武装力量与缅军交战，但是终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2022年，彭家声在家中病亡，享年94岁。缅甸政府在进入果敢以后，只是稍微加强了军事控制，而实际权力则基本上被魏白二流四大家族所瓜分。唯一一个稍有正气的老板流亡海外，政府呢又对果敢不甚挂怀，四大家族此时的心情啊，就好比老头吃火锅，也要开捞了。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出现了，捞什么呢？进入新世纪以后啊，东南亚各国打击毒品的这个决心已非过去可比。金三角地区的毒贩啊，往往比韭菜命还短，连果敢的士兵都知道，如果继续在明面上贩毒，政府一定不会放过他们。可是替代种植成本高，收益慢，而且老老实实种田，也就意味着四大家族啊毫无油水可捞。博彩行业呢虽然有发展，但是毕竟难以与世界上著名的赌场相提并论，因此呢四大家族都不约而同的盯上了另一个害人的产业——电信诈骗。果敢电诈的起源啊，首先要追溯到原财政部长刘国喜的身上。刘国喜在彭家声主政时期便控制着果敢主要的矿场矿山，为了节省成本，刘国喜呢想出了骗人到缅北做奴工的这么一个昏招。几次得手以后，刘国喜发现啊，骗人做工还要多道手续，不如直接留个卡号来钱更快。这个害人的经验很快被其他三大家族所效仿，他们纷纷建立起自己的诈骗基地。自2017年开始，果敢呢逐渐形成了几大电信诈骗分子的聚集地，美其名曰为庄园或园区。在庄园的内部有一大批打手，负责监督电诈人员实施诈骗，业绩不好或者是不听指挥的，往往会遭到无情的虐待和毒打，甚至被杀害也是司空见惯。在庄园之外呢，有四大家族撑腰的武装力量严密看守，普通人想要逃出这个魔窟，难度无异于登天。与此同时呢，四大家族不以害人为耻，反而频繁通过网络做虚假宣传，将缅北描绘成了寸土寸金的天堂，诱骗更多的受害者前来。令人发指的电诈庄园啊，存在了多年，可是缅甸政府为什么一直没有作为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钱。这个电信诈骗罪恶无比，但是敛财的速度极快。据全球反诈骗联盟 GASA 不完全的统计，仅2022年一年，新加坡每人平均被骗超过4000美元，中国被骗金额累计在2万亿人民币以上。如此暴力之下呀，除了果敢以外，缅北其他特区也纷纷成立电诈庄园，大搞诈骗业务。2017年到2019年，中国境内查处的大额缅北电诈案中，大部分罪犯来自善邦其他3个特区。电诈横行的另一个原因啊，是缅甸政府的构成十分畸形。缅甸自独立以来，一直是军队独大的局面，尤其是经过多次政变以后，1988年上台的苏茂政府更是直接宣称自己为新军人政府。时至今日，缅甸政府佣兵啊约为50万人，是东南亚地区除了越南以外的第2强军。缅甸的一个民主网站伊洛瓦底曾将缅甸的政客比喻为受军队控制的风筝，因此只要讨好了缅甸军人集团，则许多恶行都能够得到包庇。比如曾经制造了湄公河惨案的诺康，被捕前就是靠着不断贿赂缅甸军方，因此得以在明令禁毒的缅北地区发展壮大。无独有偶啊，果敢及善邦其他的3个特区也与军人集团有着密切的分赃联系。在金钱的攻势下，缅甸军队对电诈园区的罪行也就视而不见了。此外，缅甸政府啊大搞缅人特权体系，致使这个缅甸难以推行全面的法治进程。
而本就群雄割据的少数民族地区，它这个法治建设也就更加的不完善。有枪便是草头王，这才是这里的铁律。2019年的1月20日，果敢特区议会筹备委员会拟定出了果敢特区基本法草案，其中竟然没有刑法条例，对许多严重罪行也毫无界定。经济类法律中也仅有一条笼统的政府禁止金融诈骗和高利贷，但是没有附带具体的处罚措施。如此不完善的法理基础，使得缅北一度成为不法分子的天堂。换言之，在善邦搞电诈，约束人的主要是道德而非法律。2020年啊，刘国喜在家中病死了，他的势力主要被果敢县长明学昌接收。这个明学昌本是彭家声的部下，直到2006年才爬到果敢县副县长。但是由于在88事件中他站队白所成，而受到了缅甸政府的提携，立刻升任了果敢县长。在上任以后呢，他与果敢的4大家族同流合污，主要依附于白所成的势力。刘国喜病死以后，明学昌在白所成的默许下侵吞了许多刘国喜的地盘，逐渐发展成为果敢的第5大家族。2023年10月20日，明学昌手下的卧龙山庄在移动受害人员的时候爆发反抗，明家打手开枪杀死多人，其中包括许多的中国人。神秘的1020事件迅速发酵。10月27日，三兄弟武装联盟发表声明，宣布对缅甸军政府武装部队发动协同攻击。1027行动要维护保护领土，反对压迫性军事独裁，打击电信诈骗集团。2023年11月5日，在明学昌掌控的地盘中挖出了2具包裹严实的尸体，从腐烂程度判断，死亡时间并不长。与此同时啊，缅甸政府军方进入卧龙山庄，将明家的势力迅速打垮。明学昌本人畏罪自杀，明家其余的亲属悉数被捕。2024年1月，彭德仁所部的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攻入白所成的宅邸，白所成本人及其家人下落不明。盘踞果敢多年的魏家、刘家也深受打击，果敢的局势面临着再一次的大洗牌。在中国方面的调停下呀，缅甸政府军与三兄弟联盟在昆明进行和谈，并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这个协议究竟是仅限于中缅边境，还是真正在缅北停火，仍然值得继续观察。显而易见的是，缅北的4大家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清洗，至少在短时间内，电信诈骗在缅北难以死灰复燃。可是根据一份联合国的最新报告显示，不断壮大的东南亚博彩业已经成为该地区包括电诈在内的犯罪生态系统的纽带，并且正在为有组织犯罪网络的大规模洗钱活动提供便利。在网络技术的帮助下呀，以湄公河为中心的全球化犯罪网络的加速发展，也极大地扩大了犯罪的收入来源。因此我们说，缅甸北部的电诈瘟疫或许已经结束了，只不过啊，它可能很快就会转移到地球上另一个无法无天的角落。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照东南，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